今天有一个男生过来啊，跟我聊起他最近相亲遇到的一个事儿，真的是挺逗的。前2天呢，他跟一个女孩相亲，他刚把自己的情况跟女生一说啊，这女孩就巴拉巴拉就开始说开了。哎呀，我看你条件是不错的啊，我呢就几个要求。结婚的话，我们家要50万彩礼，北京呢3环内200平的房子，不能有贷款的那种，房产证上啊得写上我的名字，40万以上的车。感觉呢这个其实是已经老掉牙的套路了啊，大家也听得挺多的，没啥好奇的，对吧？那男生呢倒也还挺好说话，他说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女孩接下来说的话就有点离谱了啊，他说咱们要是结婚了是不是就是一家人呢？男生说对啊，那咋啦？女孩说那结了婚你不就是我老公吗？我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欠了50万外债，那结了婚你得替我还啊。这时候男生心里就开始打鼓了啊，合着你是要找一个给你还债的呀？那债还完了还拿着50万彩礼再跟我离个婚，这里外里的挺合适啊，真能算计。然后男生也就不示弱了啊，他对女孩说这倒没问题，但是我也有个问题要问你啊，那如果我也欠50万外债，你会给我还吗？你都想不到这女生怎么说的啊，她说你欠50万我还能跟你在一块儿吗？你都没有能力养我了，也没有能力保障我的生活质量，那我还跟你在一起干嘛呀？男生说那你们女的不一直都在讲男女平等吗？原来就是个口号啊。提到女性利益的时候就倡导女性优先，谈到责任付出的时候那就是男人的义务。女孩马上就说我这么貌美的女人那有的是大把的人追，哪怕你给我花钱那也是你的骄傲。男生说这骄傲还是算了吧啊，不稀罕，要钱的时候我就是你最好的依靠，没钱的时候我就配不上你的美貌。你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女生刚又要开口哈，男生立马就说你闭上你的嘴巴，我看不上你这样的，听懂了吗？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我就是觉得吧，这男生怼的呀太有水平了，你们说是吗？这红娘做久了啊，就怕遇到这种女人，开口就要找什么都比自己好的，收入比自己高，长相比自己好，学历家境资产啥的都得比自己强，自己呢要啥没啥，就是性别女没了。他完全没有一个准确的自我认知，你配不配得上这样的男人？你能给人家带来什么？就最近啊，我这来了个离婚的女人，87年的，自己带了一个孩子6岁。她前夫呢自己开公司做工程的，经常出差，但是家里没让她缺过钱花，也算得上是个有钱的人家了吧。结果啊，这好端端的婚姻她非给作没了，说前夫没时间陪她和孩子，常年在外，自己特别没有安全感，老公信息回慢了她都觉得有问题。就这么着非得要离婚，得了一套房子和一辆车，带着孩子自己过了。现在呢她想给孩子再找个爸，就开始相亲了。话说吧，她长得还真是不赖啊，挺漂亮的，可是她提的要求啊，那真的是就你们外行的人来看看，估计都知道她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她说啊，她现在带孩子没法出去上班挣钱，为了不降低生活质量，所以呢她还是得找一个做生意的男人，至少1年得挣500万以上的。她说不能委屈了孩子，所以呢不能接受比她前夫差的，另外最好呢还有点眼缘，然后自己是有房有车的，对方的资产至少都得是自己的1倍以上，总不能结了婚住在我的房子里吧。另外就是她觉得自己年纪也不小了，不想再生孩子了，对方最好是没有孩子或者不想要孩子的那种。那我听她说完这话之后，我就跟她说啊，那其实你需要的这种收入状况倒是有的，我这里还真不少，但是不想要孩子的男人几乎是没有的，你还是要把这个条件啊降一降的。我这儿呢倒是有一个80年的老板，年收入大概500万以上，资产也有好几千万，但是呢他有一个5岁的小孩，但是跟着前妻的。这个男士呢个子不太高，也就168的样子，外形可能就比较一般长的，你看一下可不可以？他马上就不高兴了啊，翻着白眼就跟我说，我就跟你说了嘛，有孩子的我是绝对不考虑的，还有我前夫的身高是1.8米，你怎么能给我找一个168的呢？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你看看还有别的吗？就在这个时候啊，旁边一直在听我们说话的另外一个姑娘啊就凑过来了，她跟我说，红娘老师啊，这个男士条件还真是不错，能介绍给我吗？我今年28岁，未婚，我不介意他离过婚有过孩子，你看我行吗？
这个时候啊，旁边这位离异的女人真的是一脸懵啊，一脸的尴尬。她肯定万万没有想到竞争对手就坐在她的身边，还比她年轻漂亮，而且人家还是个未婚的。你们说说，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男人，是会选择一个离婚的女人，还是会选择一个未婚的女人呢？最近啊，有一个42岁的未婚男人，他的一番话真的给我震惊到了。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呢，聊到了婚姻这个问题，我就问他，我很好奇，我说你都这个岁数了，怎么你还不抓紧找一个，赶紧结婚呢？你不着急吗？你的父母肯定也得老催你，对吧？结果你们知道他怎么回答我的吗？他说我都这个年龄了，该经历的我其实也经历过了，现在年龄越大，我越不想结婚，一个人生活我都习惯了。说实话，生活中啊，除了生孩子这件事我不能以外，我真的什么都会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出去挣钱。我要是缺女人，我也不是找不到，我不一定非得结婚，找个合适的太难了，索性我就放下了，随缘吧。他说其实啊，我是一个不想背负压力的人，喘不过气来的车贷、房贷，懒得在每一个节假日想着办法去给对方制造惊喜啊，制造浪漫啊。说实话啊，现在的女人太难搞了，我也不缺个祖宗，我不想一边辛辛苦苦上班，我还每天得担心着我要是不努力的话，老婆会不会嫌弃我，跟我离婚。我也不想夹在我老婆和老妈之间受气，更不想一边孝顺父母，还一边考虑传宗接代。而且呢，有了孩子之后啊，我还得拼了老命给孩子想办法买房买车，等孩子长大了，我也老了，接着我还得操心孩子的婚事，我还得帮忙给他带孩子，重复的老一辈的生活方式。我自己能享受几天美好生活呢？自己一个人生活多自在啊，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我想打游戏我随时打，没有老婆管着我，也没有孩子缠着我，钱多我就多花点，没钱我就少花点，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也不饿。那我就问他啊，我说那你想过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呢？你一个人，别人都在享受天伦之乐，你呢孤孤单单的回到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万一你生了病，谁又来照顾你？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说我老了，那都几十年以后的事了，社会养老服务会更完善，那时候啊，我要么选择居家养老、抱团养老，或者呢，我就去养老院，就也能解决问题啊。现在这个社会，你不能去指望儿女给自己养老的，还得靠自己。婚姻的意义真的不大。那我听完他说这番话啊，真的倒吸一口凉气。要是大家都这么想的话，那不仅我得失业了，这个社会怎么延续下去啊？那对于他的这一番话，你们赞成吗？今天这个事儿吧，又差点没把我给气炸了。88年的女人啊，离异的，没孩子，她呢就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非要找一个总经理、董事长这种级别的男人。我也劝了她多次了啊，我让她降低一点标准，人家就是死活不同意。这不都给她见了3个老总级别的人物了吗？第一个还真是看上她了，人家就比较直接，问她愿不愿意做她女朋友。他说这男的呀有病，才见了几次就让他做自己的女朋友，太简单粗暴了。然后这位呢，直接他就 pass 了。那见了第2位呢，第2位觉得也不错啊，后来呢就约他到家里做了顿饭给他吃，什么都没有对他做，非常尊重他。这不挺好的吗？结果呀，这位说这个人太小气了，抠门，你让我到家里就是为了省一顿饭钱。这种啊，我也不感冒。就跟我们说啊，赶紧的下一个吧。于是今天啊，又给他见了一位老总哈，可惜这一次他的运气可就没有这么好了。这位呢，直接就跟他说没有看上他，对他根本不感兴趣。这还得了？对于自信爆棚的他来说，这简直就是不会发生的事儿啊。于是呢，这就跟捅了马蜂窝是一样的，各种来质问呢，说男士加了他微信为什么要加？没看上还加微信干啥？说没看上为什么还要来见面？他的逻辑就是不喜欢，大概率就是长相不喜欢，那为什么要见面呀？当时介绍的时候看了照片的，不满意，没感觉，还过来见面干啥？他其实啊，说来说去就是他的颜值已经这么高了，既然同意见面，就是看上他了，就是看上他的颜值了。看照片也是能看出来感觉的。他说这些的意思啊，就一直是在强调他呢是个美人儿，人家就不能看不上他。如果人家看不上他，那就是我们的问题，
就是男士的问题。于是我跟他说啊，别说这种级别的男人，就是一个普通一些的男生啊来相亲，他也不可能只看你的颜值一项就能看上你，对吗？人家不需要考量一下你的性格、谈吐、内涵、三观这所有的东西吗？真的啊，有这么幼稚可笑还肤浅的女人，她就觉得自己有一张好看的脸啊，就能 hold 得住全天下所有的男人了，哎，谁也不能拒绝她。这是不是挺可笑的呀？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年轻人呐，只要你一跟他提到这个结婚找对象啊，男女那点事儿，他们真的互相特别排斥，谁都看不上谁。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女生啊。现在啊，有一波这样的女生真的不在少数的。明明自己出生在很普通的家庭，颜值呢也是一般般，普普通通的学历，也普普通通的工作，工资呢也就勉强养活自己。但是就是这样的她们啊，却有一个天马行空的大脑，满脑子都是男朋友是什么标准，1.8米的身高，有房有车有存款，最好全款买的房没贷款，年薪必须得50万以上。结婚后啊，不用去上班，老公养着自己就好了。至于孩子嘛，交给公婆带。他们天天的被这些电视剧严重洗脑了，整天就幻想着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种桥段。达不到这样的条件呢，他就免谈。抱着这种思想的女生，将来估计有一大批的大龄剩女根本就嫁不出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作的。为啥呢？你也不想想，就房子这一项，同年龄阶段的男生有几个能靠自己的收入买全款的房子？别说是在北京、上海这种1线城市，就是在2线城市也是不容易实现的。那就这一条已经排除掉一大半的男生了，对吧？你再加上你还要求年收入50万以上这个条件，那咱想想，有几个30岁以下的男生能够达到年薪50万呢？毕竟还是凤毛麟角的一些人。那这种条件的人，他是稀缺的呀。他是缺媳妇儿还是缺智商啊？他们找对象啊，也会看对方的条件的。那你说，如果人家找你，那喜欢你什么嘛？喜欢你不会做家务啊，还是喜欢你工资只有3500啊？咱们有些小姐妹啊，你想让这样的男生选择你，那你得在女生当中是个佼佼者啊，不论你的颜值、学历还是家境都得跟得上啊。还有甚者啊，想找资产过亿的男人，那这些女生天天你真的做梦吧？你也不想想，财富积累也是需要时间的，暴发户啊毕竟是少数的，那资产过亿的男人年龄必然是不小了。大叔们啊，要么都是已婚人士了，他们的媳妇儿难道不是从花季少女的时候陪着大叔一起白手起家创业的吗？哪有那么多的不劳而获？这样的女生啊，你呀好好想想吧啊！霸道总裁爱上傻白甜这样的桥段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北京的剩女数量已经居全国之首，就是因为这些大龄剩女在现实当中，她把男生的顶配条件当成了最低的标准。你就看看我这儿来的相亲的女孩，这么多女生啊，她们的要求随便你看一眼，上边都写着：我要求男生有金房、有金户，身高最好1.75米以上。你一问啊，人家就说这个应该已经是最低的要求了吧？在北京没有房子不稳定，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怎么办啊？但是他就没有想过，人家有这些东西的人就没有一点要求吗？人家凭什么看上你啊？再说了，你就不能自己买房，自己争取金户吗？那你说你自己什么都可以没有，那凭什么要求对方就得什么都有呢？你劝他降低一点条件吧，他马上就给你掰扯啊！又是那句话，我们女的不得给男生生孩子吗？妈呀，你听一听，好像这孩子都是给男人生的，跟自己没有关系似的。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大龄女人，脑回路都长得不太正常。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思想啊，才有这么多的剩女在北京。我跟你说啊，人家有房有户口的男生还真不缺愿意给他们生孩子的女生。北京落户有多难，你知道的吧？如果一个男生综合还不错，光有一个北京户口，就有多少女生来抢这个男生了？现实就是那种有金房有金户还有金牌的，那已经是属于北京市场的顶配了。说实话啊，那只有他挑别人的份儿啊，人家有金房有金户的女生也愿意找这样的男生，没有金房没有金户的，但是年轻漂亮的女孩也愿意给这样的男生生孩子呀。你说说，你自己没金户没有金房，年龄还大，长得也一般般的，你有啥优势啊？人凭啥找你呢？
你现在明白了吗？你说这又要求金房，又要求进户，还要求年薪多少多少啊？什么未婚啊，学历要好啊，家境背景还得过得去了，身高得1.75米以上了，你就这么找？你能找着才怪了。我就在这儿问问这些有金房、有金户、身高达标的男人，你们愿意找一个30多岁的，还是愿意找一个年轻漂亮的？我最近接待了一个87年的女人哈，一上来啊就吐槽跟她相亲的男人。她说这几个月她相亲了10几20个人了，但是她发现现在的男人太抠了，没有什么格局的。这些男人当中只有一个正儿八经带她吃了一顿饭，其他的呢，要么就请她喝个奶茶，要么就请她逛个公园，要么呢就喝个咖啡，而且相亲完了之后没有一个是主动把她送回家的。这个时候啊，她就很感慨，那以前呢那些男的格局就特别大，跟她相亲不但带她吃大餐，而且还给她带小礼物，最后呢还会把她安安全全的送回家。然后这时候跟她一起来的闺蜜啊，88年的也附和着说，我呢反正是如果男人跟我相亲提出来喝什么奶茶呀逛公园啊，我直接就拒绝了，我接受不了格局太小的男人，我愿意下半生自己一个人过。我想说啊，你们真的是被男人给宠坏了。你看看你们20几岁的时候，人家又送礼物又送你回家，还请你吃大餐，然后呢你不是也一句不合适就黄了吗？而相亲这些所有的消费，你是不是1分钱也不用承担啊？那你觉得对男人公不公平呢？再说了，以前的男人也请你吃饭了，也送你礼物了，还送你回家了，你不是也没有同意人家吗？你现在说这些不请你吃饭的男人格局太小了，那些格局大的，你不是一样也拒绝了吗？你说这个男人格局太小了，太抠门了，是他们单身的原因，可是你也单着呢，那你是因为什么呢？那你要是格局大的话，你为什么不请男人吃一顿啊？那天呢，我们办了一场海归单身聚会的活动，那有几个女生就凑在一块儿啊，就聊上了。我听到他们啊说到这样一个话题，说现在的中国男人呢不值得中国女人去嫁。这句话呢有点给我震惊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关键是后来加入这个话题的好几个女生，我觉得她们也很脑残啊，一直在这附和啊，也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他们就一直在嘲笑，说中国男人啊很土很 low 的，思想啊还停留在古代呢，封建又保守，没有情趣不说，还不懂得幽默啊，还拿自己的抠门当作是节俭的美德，又大男子主义，也不尊重女性，等等等等，说了挺多。那我就不太明白啊，现在的中国女人在对男人的要求上，怎么就达到了这样一个有点不可理喻的地步了呢？这些女人呐，她们以为自己独立了，能挣几个钱啊，上了个好大学，到国外呢见了点世面，接触过几个外国的男人，买了几身名牌的衣服，认识几个大牌子，就认为自己很高级了啊，那就看不起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中国男人了。你们别忘了，你的父亲和你的兄弟不也是中国男人吗？我想说啊，你们怎么不看看现在中国的经济受到了世界的瞩目，各行各业放眼望去，做得优秀的大部分还不是中国男性吗？还有你要知道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傻男人，他才会默认我去结婚是要准备房子和车子的，还有彩礼，婚后我是要养家糊口的，我的钱呢是要给我的老婆管的。女人可以什么都不干，等着男人养你就行了。你去问一问国外哪一个国家的男人有这种概念啊？特别是欧美国家，那我跟你们说，其他国家的男人他们几乎没有这样的想法，甚至说人家跟你谈个恋爱都要跟你 AA 的，结婚的时候也是2个人一起花钱去筹备的，哪有什么彩礼啊？那有本事你就去找一个老外试一试，看看他会不会给你买房子买车，供你的全部花销，还给你准备彩礼，把自己的钱全部上交给你管。完了你呢再回来说这些中国男人 low 不 low， 是不是还不值得你们去嫁呢？离婚的女人真的很吃香吗？最近我看到网上流传着说，离婚带娃的女人男人都抢啊。你们觉得这个话有没有毛病？我做婚恋这么多年了，我就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离婚的女人会被男人抢，更多的只有被嫌弃和被拒绝。
去年有一个离婚带娃的明星来找过我们，那么漂亮的女人仍然被嫌弃被拒绝，我们也帮不了她。在相亲市场上，如果你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即便是你没有生过孩子，你也基本上不会被未婚男士选择的，你更不会被那些经济条件特别好的男人选择，哪怕他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也有大把的未婚的还比你年轻漂亮的女人愿意选择他。更何况你还有个孩子，一个离过婚生过孩子年纪也不小的女人，怎么可能被男人抢啊？谁来抢你啊？那些山里的穷光棍们吗？他们连自己恐怕都养不活了，还别说给你养孩子。有的离婚的女人啊，在找伴侣的时候啊，那提出的条件比她20几岁年轻的时候提出的条件都还要高。我们介绍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你长得有多漂亮，男人一听离婚带个娃呀，基本上连面都不会见的，特别是那些带男孩的，因为现在没有这种大冤种了，谁也不愿意给你养孩子，而且呢还是个男孩，即便是你没有经济负担，经济条件特别好的那种男人啊，也都没有几个愿意的。他们就是很介意男孩，他们不傻，你觉得呢？那这些女人吧，有的啊，好不容易找到个愿意跟他结婚的，他还得张口要彩礼，还要的不少。我倒不是说你不能要，这个事儿吧，咱这么大的人了啊，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啊？说那种毒鸡汤的人呐，恐怕是精神有点问题的，幻想症吧。你就别出来说这种话啊，祸害这些离婚的女人了，让他们自己找不着北，最后啊根本就嫁不出去。你们说对不对？我今天啊想跟你们说一个未来啊婚恋可能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啊，就是可能愿意结婚的男人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男人现在似乎啊他没有那么需要女人，也没有那么需要婚姻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一共就有3点啊，虽然有点扎心，但是都非常现实的。而且呢，这第3点可能会让你无法接受的。第一呢，就是男人他这一辈子几乎都被金钱捆绑着，被责任压榨着。那现在的女人呢，都去和有钱的男人谈感情，和没有钱的男人去谈钱。一个月入2、3千的女人，她可以去刷爆信用卡，去旅游，去玩，做一个快乐的月光族。而一个月入过万的男人啊，却是个穷光蛋，每个月房贷、车贷、父母的赡养费、儿女的补课费，男人这一辈子他都在拼命的挣扎。到头来呢，财产是儿女的，工资卡是老婆的，留给自己的呢，只有那个无尽的委屈和辛苦的汗水。挣的少了，甚至还得被老婆和儿女看不起。第2点，90%以上的女人呐，甚至都是嫌弃和看不起自己的老公的。大多数的老公呢，都会被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现在老公被老婆嫌弃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本事，就是因为没情调，所以呢，才会对其他的男人去动心啊。我真的是很佩服啊。最后的这一点，当今社会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女人如果没有钱呀，90%以上的男人都愿意养着她。那反过来呢，当一个男人没有钱的时候，90%以上的女人都想远离他，生怕沾上他甩不掉了。所以说男人呢，你只能选择一个人去疗伤，一个人呢去自愈。以上的这3点，就是男人他背负的这些责任和重负，压得他们呢想躺平了。或许不需要女人，不需要婚姻，才能让自己啊过得舒坦点。与其爱得那么卑微，还不如自己潇潇洒洒、开开心心的过得好点的。你们觉得他们的想法对不对？你们觉得我说的有这种可能性吗？现在婚恋市场真的有一个现象啊，不知道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就多年前吧，我记得那会儿来相亲征婚的人，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比如说28岁以上的人，或者呢是一些离异丧偶的人。人们呢对于征婚这件事情啊，虽然也知道，但是呀，很多人都是不太接受的。甚至呢，这是一些实在找不到对象的或者很难找对象的人才会来相亲，找人介绍什么的。对于这件事情，甚至有些人啊还持有一些鄙视的态度。好端端的年轻人更加不会来相亲找对象的，都是希望在生活中自己去认识。可是啊，我要告诉你们啊，现在真的是世道都变了。我现在接触的都有00后的来相亲了，97后那真的是大把大把的人，特别是女生，这简直是太卷了。
你们知道吗？现在00后登记结婚的人已经有2万多人了，但是其中男生啊不到200人，女的呢已经有1万多了。你们懂这是意味着什么吗？就是说现在00后的女孩子啊，她们找的都是比自己大的，比如说比自己大7、8岁，甚至有的人能接受比自己大16、17岁的。这些女生，她们的相亲方向必定是那些优质的男人。她们懂啊，自己的优势就是年轻漂亮。他们是眼睁睁地看着80、90后的大龄剩女踏过的那条血路啊，望而生畏，一定要在适合的年龄尽快的解决婚姻问题。可以说00后是婚恋方面啊开始觉醒的一代女人。但是这也意味着现在的80后、90后的女生啊，你们如果还要想找优质的男生，年龄还放在只大自己5、6岁这个样子的情况，那可能你就得跟这些比你年轻10来岁的小妹妹们去竞争了。本来就是稀缺的资源，现在还要跟他们去抢，大龄剩女们真的是情何以堪呢？你们觉得这到底是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呢？